成化13年，在太监汪迟与万贵妃的提议下，明宪宗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难以置信的是，真正厂卫核心人员是由从经历到性别甚至年龄信息都被作为机密的民间人士组成，达到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及肉体极限的训练要求，被要求掌握诗书礼仪、多国语言、武术、幻术、医术、机关术、奇门遁甲术以及骗赌之术，甚至机女魅术多种多样技能，从而让厂卫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收集情报，下至百姓，上至朝廷重臣，皆活在被秘密厂卫支配的恐惧之中。沈大人，一切准备妥当。大人，许罪臣李晨阳吏部大狱提人，押送刑场。今日明明是东厂监斩，我们大理寺却在这儿摇头摆尾候着。陪东厂办事，脑袋要不别在裤腰上，那明儿处刑问斩的人就是你跟我了，长点心吧。问斩奸贼，自然人人称快叫好，偏偏是刚正不阿的兵部尚书李晨阳李大人，突然被东厂盯上莫须有的罪名。百姓私底下哪个不议论他们如何遮掩真相？不明事理的，以为咱们大理寺与厂问沆瀣一气呢。你就给我闭嘴吧！张大人。原地戒备。李大人，有何吩咐？我饿了，能否劳烦张大人帮我弄2两枣糕？李某人感恩不尽。没问题。看着啊。热腾腾、香喷喷的枣糕啦！下一个要几块啊？给。下一个你要几块啊？1块。1块，来。这么大个钱呢！哎，姑娘，还没找你钱呢。哎，我来替你。哎，你要几块啊？这西宁杨子真是敢啊，敢在这里唱这出戏。要是被东厂班子听到，怕是少不了皮肉之苦啊。朝中2品兵部尚书说斩就斩，咱们这种人怕什么？你们知道李大人因何事得罪了厂卫？你一说是通人命，
暗里听说是上奏又给3年前战死的神之营300教士办案，与自己的长辈有关。结果大理寺就草草结案了。让下。姑娘这戏文唱的忙而不乱，慢而不断，木偶与平日所见也有几分不同，手艺着实是精巧华丽。大人谬赞，吃饭的行头自然是比命还要珍贵。生死来去，蓬头傀儡，一线断时，磊磊落落。傀儡的生与死都在我一线之间，大人觉得有趣吗？世人总说痴人与我志趣相投，找空我们得多聊聊。只不过，也得留着这条命，不是吗？大人呐，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奴家还得唱下一场戏。让下。你买到了没有啊？那边傩戏已经开张了，快走啊！快看，哇，真厉害！他们演得真好。没事。好。心善则美，心诚则灵。梅花高洁，倒也与今日问斩的李大人品行相合。或许这梅枝也愿在此应景，暖春独自开呢。哎，大人，来一支。哎，姑娘，姑娘，姑娘。啊，姑娘，枣糕老板找你的钱，你忘了拿了。大人，掉在地上的银钱，莫要捡回头的，不吉利。大理寺少卿张毅拜见东厂提督大人。此乃诏谕文书，请提督大人过目。提督大人，诏谕文书并无不同，即刻便能行刑。我素日都在圣前批红审核盖印，如今也算给李晨阳最后的体面了。锦衣卫听令，严密守护监斩台与储刑台，不得有任何差池。大理寺若想尽一份心，维持百姓秩序，就有劳诸位了。皆是同朝四品官员，你是四品大理寺少卿，他是四品镇抚使，不过是摆着先斩后奏的威风罢了，实在是目中无人。
你哪来那么多不甘心啊？你就当做是看一场戏得了。这分明是把我们大理寺当看场子的使唤。大人亡魂莫怪罪，亡魂跟着小鬼儿走，见到判官莫回头。此生冤情债，自有神仙断，安心撒手归西去。嘿！天道昭昭，我李晨阳何德何能，竟然得天道如此明鉴，虽死无憾。杀不得呀！奸贼，看见了没有？这是天道对尔等的惩罚。尔等因为私欲，害死我大明神机营300勇士的事情，迟早要公之于众。看着呢，还愣着作甚？站！爹爹，梅花也开了。
大家快看呐！大理寺所有人不得自乱阵脚，协护百姓周全。仗义有术，虚张声势。锦衣卫听令，摆阵阵，不得轻举妄动。放！春城飞雪，逢君时。夜幕宵夜，看不尽。冤悲痛惜奈若何？朔风哀岭，终不离。新鬼烦冤旧鬼哭。妾身乃平息世间冤屈的雪女窦娥，特意迎李晨阳前往太平之地，助他平反昭雪。装神弄鬼。区区锦衣卫，妄想阻拦我的，着实可笑。哎，穷寇莫追啊！哎呀，怎么就不听话呢？哎，已经死了一个东厂提督了，绝不能再死一个锦衣卫镇抚使。走。逆贼，休得逃走！能推测出我的逃跑路线，你也算好人物。巨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入收在西，玄冥在北。日月所照之地，乃四方。我等来自四方，以自身意识护百姓安宁，雁过留声不留痕。你只需记得四方二字。好个四方组织！劫持李晨阳究竟是什么目的？识时务者，尽早将人交出来。哼，识什么物，交什么人？大人，与其在此处与我赏月闲聊，不如赶紧找该找的人，办该办的事。狂妄至极，还不束手就擒！这才是大理寺该有的样子，不过还差得远呢。好毒的暗器，应是出自唐门。沈大人，这我刚找到的四象图，到底是何来头？胆敢公然与朝廷东厂作对？
关门，不得让任何人进入。是。水墨，速去通知裴大人到前面集合。是，大人。大人，今夜西四牌楼发生之事，我们如何应对？丹青、研墨。哦。张毅，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半夜的不让人休息啊！裴大人，你可算来了，快憋死我了！1个时辰前，我与张大人携东厂锦衣卫在西四牌楼监斩李晨阳。开春4月天，天降大雪。不要说书，怎么不说了？讲重点便是。可那些光怪陆离的景象，说哪一段都像说书嘛，感觉都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监斩大人，东鸡市场掌印太监冯海，在行刑时被刺杀了。啊！哎，裴大人，你幸灾乐祸的上头了。我呸！无知小娃，我这些年苦心经营，只等告老还乡啊！此事一出，大理寺就像套了套子的猴，从此就完了。哎呀，大人，冯海之死可怨不得我们大理寺，自古都是午时3刻阳气最盛斩人，哪有过冯某酉时鬼门大开斩人的？监斩本是大理寺的事，他们非得亲力亲为。你可没见着今日锦衣卫的阵仗，一会儿就可以见到了。开门！人呢？快点开门！里面人呢？开门！张毅，卷宗现在怎么样了？方才补气，等默契干透，便可奏请陛下。木已成舟，绝对不能把办案的主动权交给东厂。如果交给他们，办不成，肯定拿我们大理寺顶罪。一会儿知道怎么办了。夹着尾巴做人，抬起脑袋做狗。磨蹭蹭干什么呢？东厂只比司隶宋大人来大理寺问罪，都混腻了啊！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哎呀，大理寺裴元东拜见宋大人。宋大人深夜到访大理寺，所为何事啊？哼，裴大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东厂提督冯海大人负责监斩李晨阳，你们大理寺只派20余人前去协助，导致我提督大人被害，罪犯李晨阳被人劫走，犯下如此渎职大罪，居然问我所为何事？大人，宋大人冤枉啊！天地日月可见。今日大理寺所派监斩人数是最高级别的，乃是大理寺少卿张毅亲自带队呀！我对东厂绝无半分不敬之心。速去奏请陛下。是我大明朝的天地日月恐怕是最忙的了，成天为你们这些没头没脑的官员做担保。大理寺少卿张毅身在何处？难不成是畏罪潜逃，不敢见人了？裴大人所言句句属实。大理寺少卿张毅拜见宋大人，方才有事耽误，还请见谅。行刑之时，提督大人与沈大人要求我等在外维护百姓秩序，因此大理寺入不得监斩台，才无法护提督大人周全，酿成惨剧。不过为弥补过错，我大理寺愿全面追查真凶。大人，与我交接李晨阳送予公文的，正是此人。笑话！我提督大人遭害，几时轮得到你们大理寺这帮脓包废物前去调查？我东厂自会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只等着一并定罪就是了。哎呦，宋大人，请给大理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今日之事已经领了卷宗，一定会给东厂和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裴元东，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擅作主张奏请陛下？哎呦，宋大人呐，
我这是为了您的清誉着想啊！非常时期，提督大人不幸遇难，这多少双眼睛都盯着您荣登提督大人之位呀！这个时候，您亲自率队，他会招了小人的口舌之意呀！好贴心的裴大人，倒是我小瞧你了。不过你所说的也不无道理。传我指令，京师封城3日，由大理寺负责追查谋害提督大人的真凶，以及罪臣李晨阳的下落。锦衣卫镇抚使沈由之负责协助大理寺调查。下官遵命。裴元东、张毅，我给你们3日时间，3日之内必须破案，否则我要拿大理寺上下祭提督大人的在天之灵。有之在。我们借他人之手除去冯海，本是顺手，但也凶险了些。一旦追查到李晨阳的下落，先斩后奏，格杀无论。是。封城3日，捉拿李晨阳。是。都做仔细了。今日查案，你家大人在何处？回大人，我家少卿大人在来的路上遇到点麻烦，所以大理寺探案原来如此松散，我等联合探案已在此等候多时，他竟迟迟未到。这与松散有何关系啊？大理寺不是已经派人勘察取证了吗？该做的决断都让你做了，那张大人来了做什么？可怜的大理寺，平日里接些鸡毛蒜皮的案子，好不容易碰到个升官发财的大案，还得看你的拿捏。袁千户，你胳膊肘朝外拐的本事挺厉害。沈大人过奖了，我这胳膊肘也不能打断了硬往里靠啊。再说了，我这叫秉公行事。张大人，哎呀，诸位大人们早啊！你们先忙活着啊，我去垫吧2口。张伯，哎，给我来1碗甜豆浆，加2勺糖，1根油条，2个甜油饼。好嘞。怎么，没吃早餐就开始办案了？张大人，我早就想拜访你了，但奈何这锦衣卫和家中阿杂破事太多，总耽误我交朋友。哟，沈大人，张大人，油饼好吃吗？沈大人想吃吗？来，随便点，我请客。张大人，请你自重，探案追踪迫在眉睫，大家没空和你在这里品鉴油饼手艺地不地道。俗话说，只有上不去的天，没有过不去的山。官差办案就不吃饭不睡觉了？老翁，没看到这里发生命案了？全城禁言封城3日，谁准许你在这里摆摊位卖陈实的？我是少交税了，还是犯命案杀人了？沈大人，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此人可能是东厂安插在事情的暗桩。既然老王风雨无阻，一直在此，那昨晚命案可看清楚了？那是自然。张伯，哎，昨晚我们也在案发现场，但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不如我们听听张伯怎么说。
张伯，你说说看。多谢大人抬爱。几位大人，昨日监斩台和往日没什么不同，只是那场雪呀，有些蹊跷。我们先不要否认非常理存在的事物，而是想想应该怎么解释我们眼睛看到的。京城四月天不会有飞雪，我们看到的是。京城春天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柳絮。沈大人，沈大人，这柳絮，浸泡过致幻药物的柳絮，以柳絮作为介质，让人们嗅到致幻药剂，从而精神恍惚。依据我们昨夜的致幻程度来看，使用的应该是大理特有的有毒菌类制作而成。毒阴散，如此繁复，实属罕见。昨夜忽起大风，柳絮纷飞。得到的。大人，世间万物幻化由心啊！此人年近40，那双眼睛饱受沧桑，又透露着江湖人的老练。右手，他的右手是一只。